你们知道荷兰是世界上公共交通费最贵的国家之一吗？是的，你没有听错，这里的公共交通费在全球排名第2贵。最贵的国家当然是瑞士，但瑞士人民每月的工资也比我们高许多啊。所以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下荷兰的公共交通费到底有多贵。要来这里游玩的朋友一定要看到最后哦，影片最后会和大家分享如何可以省下一点交通费。你可能还无法想象荷兰公共交通费所谓的贵到底有多贵。我最近去了2趟德国，就拿德国来说好了。不知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德国49欧元的月票 D-Ticket？ 简单来说就是每个月付49欧元就可以在全德国境内无限次乘搭公车、电车、地铁、区域火车等等。荷兰也有类似的车票，票价是48欧元，但有效使用期为1天。没错，是1天哦，不是1个月。你现在可以理解这个交通费的差距吗？一个是1天48欧元，另一个是1个月49欧元。这个公共交通费的差距是不是有点太过离谱呢？无可否认，荷兰是自行车的天堂。当然啦，也有很多人会开车，但也有许多人每天都会乘搭公共交通。就拿我自己来说好了，我一般每个星期都会乘搭火车。这里一趟短程车票，比如说从 Schiphol 机场到阿姆斯特丹，整个车程大概是15到20分钟左右。Second class 的火车票就要大概5欧元了。如果是 First class 的话，那就更贵了，就是 8.3 欧元。你千万不要想说，那我不要买车票试试看，因为在火车上还是有查票员。如果你被发现搭霸王车的话，是会被罚款的。罚款金额是50欧元，这更不值得了。这里的火车有分安静区和谈话区，我一般都会坐在安静区啦，因为我通常都会在火车上工作。不过有时候还是会遇到有些乘客在安静区里高谈阔论，这时你就会看见这些人会被其他乘客告知，这里是安静区哦，如果你要谈天，请到另外一个车厢去。实话实说，我在火车上几乎没有遇到过无理取闹的乘客，反而是在周末夜晚遇到酒醉的比较多。整体来说，我个人觉得这里的公共交通还是挺安全的。那我在荷兰住了这么久，对荷兰的交通费有什么看法呢？第一，太贵了，真的太贵了。在这里，如果我买 Second Class 的火车月票，我每个月需要付435欧元。这还只是无限次乘搭所有路线的火车，并不包括其他的交通工具哦。这跟德国每个月49欧元的月票相比，荷兰的无限路线的火车月票是不是贵得太离谱了，对吧？就连报道也说了，同样的路线却是不同的价格。荷兰火车票价都比邻国贵最少2倍，而且这里的公共交通费每年都在涨价，不管服务好不好，都会涨价。虽然我们都是居家上班，但只要我在荷兰，我每个星期都会有1-2天到公司上班。在这里上班有一个好处，就是我们可以向公司报销我们的交通费。就拿我自己来说好了，我可以向公司报销100%的交通费，所以我在这里的交通费的开销其实并不大。但有一点我说了你别不相信，就是在卢森堡 Luxembourg， 所有的公共交通包括公交车、电车、火车等等，在全国的范围内都是免费。而且这个福利不单单只是给当地居民哦，就连游客也可以享有这个福利，这是不是很棒？我也希望荷兰可以做到像他们一样，但我知道这不太可能啦，别发梦了。所以在这里有很多人每月的交通费就很轻易占据了工资的10%，因为不是每家公司都让员工完全报销自己的交通费。还有的就是还在这里留学的国际留学生，他们更没有这个福利了，但他们还是需要付公共交通费，这就增加了留学成本了，对吧？
那既然我们在荷兰付了昂贵的交通费，是不是就会得到比较好的客服呢？公共交通是不是可以做到准时准点到站和离开呢？真实情况往往都不如预期啊！就在今年初，铁路运营商 ProRail 的数据显示，2022年是荷兰近年来火车运作最糟糕的年份之一。因为身为乘客的我们，在这里很常面临到频繁的火车延误、火车取消、铁路员工罢工等等的问题。2022年 ProRail 一共记录到450次火车出现重大中断，你可以想象那个情况吗？但我必须老实说啦，跟10年前相比，现在火车的准时度已经好了许多。从 NS 的年终报表，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其实有在改善，有在进步。无可否认，还是有很大的进步空间。比如说，火车能不能不要在冬天下了一点雪就中断服务呢？或是当我们在狂风暴雨回家的路上，火车能不能不要忽然间就中断运作呢？就是很多诸如此类的问题。如果你有在荷兰体验过火车不靠谱的情况，非常欢迎你在下方留言。我本身除了比较常坐火车之外，就很少乘搭其他的公共交通工具了。我一般都是走路或是骑自行车比较多。荷兰是一个非常小的国家，骑自行车从 A 到 B 都非常方便，而且很多地方都有自行车专属的停车场，你也无需担心自行车会被偷或是不见了。荷兰整体来说算是一个挺安全的国家，最少我住在这里，我不会感觉到不舒服，不会每天出门前都提心吊胆，今天我的东西会被抢吗？会被偷吗？不过在火车上还是有小偷哦，自己的财物还是要保管好，接下来的就是要来荷兰游玩的朋友，或是会在这里住一段时间的朋友，我非常建议你申请 OV Chip Card， 因为当你有了 OV Chip Card， 你就可以购买包月套餐。这个包月套餐可以让你在每段火车旅程省下 40% 的车费，我非常推荐它，真的很划算，我自己都在用。在 NS 的网站，你还能找到一些包括公共交通在内的旅行优惠和套餐，这些一般都比买单一车票便宜一些。如果你是和一群朋友来荷兰游玩的，那你可以买 Group Ticket， 这真的可以为你省下一笔不少旅费哦。你也可以用 OV Chip 卡在 NS 火车站租自行车，一天的租金是 4.45 欧元。在荷兰，我们用的交通 Apps 是 NS 或是9292。来荷兰游玩的朋友可以在来之前就下载这两个 Apps。在这两个 Apps 里，你可以查看公共交通的时间表，如何到达你想要去的目的地，和公共交通的最新现状，比如说有没有发生故障或是延误等等。当然 Google Maps 也可以提供这些资讯啦。总的而言，在荷兰这些 Apps 都非常有用哦。还有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，大家可别忽略了。如果你的火车被取消或是延误了，你是可以在 NS 的网站申请退款。一般如果你的火车晚了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之间，你是可以拿回 50% 的票价。如果你的火车晚了超过1个小时，一般 NS 会全额退票。当然不是每个类型的车票都一样，从这个列表里你大概就可以知道你可以拿回多少钱。有一点要提醒大家的就是，如果你坐在火车的安静区里，请保持安静。虽然我也觉得荷兰的公共交通费非常昂贵，但我还是谢谢有它的存在。荷兰公共交通可以算得上非常优质，而且四通八达，它让我的生活变得更便利。我很常说我非常害怕塞车，乘搭火车就解决了我这个问题。我可以利用在火车上的时间工作、看书、听歌、看戏、听 podcast 等等，超方便的。对于这一点，我非常的感恩。好的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收看。要来荷兰游玩的朋友，记得把这里昂贵的交通费也考虑在内哦。我是小云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